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款松鼠羽绒帽。这款帽子呢非常厚实，用的是长短针的编织方法，用料一团多一点点，主色一团多一点点，然后再加个配色，也可以直接勾纯色的。造型呢也是比较大方的一个花型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勾，先在纸上搭线，然后再绕到中指上，等着绕一下，捏住这里啊，把这里稍微调松点，勾针往入针，勾针把线勾过来。然后绕线手一针，给它固定一下啊。好，现在开始起短针，起短针手7针，勾针绕线勾出来，然后绕线，分成这个勾掉2个线圈，你知道勾掉这个是第一针。得了1针，接下来按同样的方法呢，我们再去勾2针，总的起针是7针。完了，拉直线了，拉紧了之后，现在开始接下来是第2圈，取下这个扣子，插入第1针里面，我们开始把这根线头压上来。第2圈是每一针里面有2针，勾完1针用胶布挂好。这是第2行的第1针，然后再到这洞里面我们去勾啊，还是勾1针。每一个洞里面勾2针，这就是第2圈的勾法，也叫做每一针里面加1针。这圈勾完了，一共是14针。好，大家呢就这样子啊，一个一个去领个针啊，是一个一个，每一针里面勾2针，不要勾得太紧了啊。就正常的手法去勾。好，这一圈勾完，接下来勾下一圈，下一圈是隔1加1，第3圈。每一次因为我们勾这个帽子螺旋都不一拔，所以呢第1针一定要用这条扣留这个，线就可以剪断了啊。1针里面勾完1针，然后用轻勾这个。第2针里面勾2针，1针里面只勾2针啊，这是隔1加1。第3针里面勾1针。第4针里面勾2针，第5针里面勾1针，第6针里面勾2针，是这样子，隔1加1把这圈勾完，这圈勾完了一共是21针。第3圈就勾完了，取下这针，3圈是隔1加1，接下来我们勾第4圈，还是用这个勾针里面第1针里面勾出来的，然后用这个勾这代表的是这一行开始第1针，这一行第4行是勾2加1。2针，然后第3根里面下一针里面又是1针，再下一针里面勾1针，第3针里面勾2针，这一圈呢这样子去给它完成。正常的勾2针，然后第3针里面去勾一个加针，加针就是1针里面出2针，这样的去完成这一圈。这圈勾完了是28针，这圈勾完了，第4圈勾完了，第5圈取下胶扣之后，5圈是隔3加1，分勾完。我们每一次第1针都用胶布标记好，第2针、第3针、第4针里面加针，这样子我们去隔3加1把它勾完。上一针里面1针，下针里面1针，再下一针里面1针。下一针里面2针，隔3加1勾完，这圈勾完3圈我们这圈就勾完了。接下来下一圈，第6圈隔4加1，第6圈隔4加1有变化啊，我们拿回去搓一搓。先勾完1针，这针呢是正常的第1针，然后在下一针里面勾1针，也就是连续的勾完2针啊。第3针里面给它加针，加针完了，加针完之后后面就是连续去勾4针，1、2、3、4，往下一针里面加针，我们就这样子中间正常的隔4加1勾完了，连续。
样子我们去把它勾成的封面。我们就按照规律去是第6行，勾完格4加1之后还剩下2针，这2针就正常的去织了，勾2针下针。这2针和我们记号扣前面的这2针刚好就凑成了4针下针，4针短针，2、3、44针短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去勾第7行，第7行是格5加1，把记号扣记好。格5加1单数行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织勾，连续勾5针，记号扣这是第一根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加针。这圈呢就重复格5加1，格5加1给它勾到头自己完成。格5加1已经勾完了，接下来勾下一圈，也就是第8圈。下一圈我们是格6加1，格6加1和格4加1一样，把它错位置去勾，先勾出一针来，用记号扣画好，这是第一针，连续的勾3针，2、3，第3针勾完，然后第4针里面加针。后面呢就勾完了这里错位勾，把这里6分成了3，减一半了之后，我们把它错开，免得这个面貌似呢它是一个6边形、7边形啊。好，现在后面呢我们就正常的去勾格6加1、2、3，一对一的连续去勾6针，4、5、6，好，然后第7针里面加针，我们这样子格6加1、格6加1勾到后面来。格6加1勾到后面这里也是一样，剩下3针，这3针呢正常织，正常的勾上来。这3针和开头的3针刚好凑成了6针。接下来下一圈呢，我们就是勾格7加1，勾格7加1，连续的去勾7针，这里呢就不错位置，第一针还是要用记号扣记好，然后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然后加针。我们就按照规律把这一圈勾完，格7加1勾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勾下一圈格8加1，也就是第10行来了格10加1我们也是格8加1也是一样，错位置，2、3、4，连续勾了4针，第5针里面加针，加完针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正常的去勾格8加1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勾完连续的8针，第9针里面加针，我们按照规律给它勾完。我们现在勾完了之后，勾完格8加1，最后这里剩下了4个针了，这4针呢我们就一对一的给它勾完。2、3、4，这4针和开头的4针也是凑成了8针。下一圈呢，我们来一圈不加不减。你看我们现在这它有点太平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给它勾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还是一样，该记号扣标记好就标记上不加不减就是一对一，一针里面出一针，这圈不加针，给它织完。我们不加不减的勾完了，接下来呢就是勾格9加1，勾完第一针，也是用记号扣标记好勾完格9加1，连续勾9针。然后第10针里面加针，勾完格9加1呢，我们又勾选不加不减，来后续再勾格10加1。后面因为这里呢它比较简，所以呢大家自己去完成了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加针。按照顺序把格9加1勾完，然后再勾一圈不加不减的2针。格9加1勾完了，勾一圈不加不减完成之后，现在我们勾格10加1。先勾一针，然后帮我接勾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连续的勾格10加1还是一样，勾5针，2、3、4、5，然后一个加针。后面呢就是连续的去勾10针，1、2、3、我们勾到格10针之后，然后这10针来勾1针，按照的规律把这圈勾完。格10加1勾到后面还剩下5针，这5针呢正常去织。
们这样错开位置，你看一下这帽顶呢，它就非常好啊，它非常圆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勾一圈不加不减。同时，我们现在勾到这里之后呢，量一下这直径。如果这个直径已经有17厘米了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加了。如果说直径还比较小，我们再勾完不加不减之后呢，勾一圈隔11+1。我这里已经够大了，我们这里勾完就说直径够17厘米啊，然后就可以往下去勾我们的帽身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再继续勾个11+1。先不把这圈不加不减勾完，我们就开始去勾帽身。我这已经够了，它我已经勾好了啊。加不减的这圈勾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还可以把这胶扣往上回一回，大概的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是开头的位置。现在开始勾帽身，帽身是勾长短针，长短针看一下啊，第一针短针这里呢还是勾短针，副针点从这个针目里面，就是我们平时的这样的双针目去勾一个短针。第二针呢，从这个第二个短针的根部，就是上一行的入针的这个根部这里，然后去勾一个短针啊。这样就得了。第三针里面勾正针短针。第四针里面，第四针，然后也是要从这根部入针去勾长短针。下一针里面勾正常的一个短针，它这个是合一针，然后去勾一短的、一长的、一短的、一长的，交错的，交错的。长的，短的，长的，来看一下我们勾过的这样，勾过的这里就非常明显啊！你看一下长的这种，都是一针里面勾一针，但是它是交错的来的，一个短的，一个长的啊，长短针，长短针，它就是这样子去勾。我们这样子勾，我们就把这一圈给它勾完。一个是从针里面的，那个是从短针的根部入针去勾。好，就这样子呢，这一个圈就给它一短针一长短针勾，勾到最后这里是一个长短针。现在本来该勾第二行了，是不是？第二行这里你看它也本来按这里呢是一个长短针，所以呢它顺序重叠上了，所以呢从最后这一针里面。再到这个短针上勾出一个普通的短针来，相当于加了一针啊，给它弄成单针来也不是，多加了一针。好，接下来现在第二行的第一针，这是一个短针，给它勾在这个根部入针去勾一个长短针，位置交错和第一行刚好相反。第一针是长短针，第二针是长短针的位置呢，在这个针里面，这个针里面去勾一个正常的短针。然后这个短针的地方呢勾长短针，长短针的地方勾短针，短的地方勾长的。现在我们就刚好和上一行的位置相反，长的地方勾短的，短的地方勾长的，形成一个交错。我们就这样子去勾，勾完了以后就是把我们的交错的来了啊，一直勾到后面来，这样子勾到第二行勾到这里啊，这一个是入针针，这里是一个长短针，这个长短针，然后刚开始加出来的这个短针，这里呢我们从这根部入针去给它勾出一个长短针。如果说你勾的是隔11+1，可能这里呢它就是刚好是单数，就不用去加这一针了，就正常勾。我们是勾的隔10+1，所以呢是双数，所以呢这里加出来了一针的。接下来第3圈以后，我们就正常的去勾，就是说遇到长短针的地方勾短针，遇到短针的地方勾长短针，一直勾到我们所要的长度、深度。这深度从帽顶量到帽檐的边上，一共是17.5厘米左右的高度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后面呢，大家就自己去完成这个帽子的帽身。这是长短针，短针的地方是勾长短针，长短针的地方勾短针，就是一直这样子循环。好，大家呢就自己去完成啊。
好，就按这样子的注意力，不加不减的去勾长短针，勾是懂得把这个帽子呢捏扁的量，17到17.5厘之间的头度，整个这个深度。好，现在呢就开始勾帽檐，把针去靠楼上留下来，把这里量到那个70度。帽檐的第一横是隔2+1正常的长针，正常的短针，就是这里啊，1、2，然后第3针点勾2针，没有第4，下一针2，再下3。和2+1就是帽身的量啊，正常帽子的量，每勾2针之后，第3针里面加分。按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去完成这一圈，然后这一圈和2+1呢，我们就勾完，这是帽檐的第一行。接下来呢，勾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1对1的去勾短针，大家去能把这一圈给完成。1对1的去勾。这个就是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按帽身的这个去勾长短针，1针里面勾1根短针，然后第2针里面勾长短针，第3针里面一个正常的短针，下一根里面勾长短针，就这样子按规律，按我们的帽身的一样的去勾啊，长短针不加针呢，勾10圈，然后你的帽檐就完成了。大家就按这个方法去给它完成这个帽檐。这边这个后板这边9或10或什么的，把这些呢我们是发现这边大概的这个路就是前后和前后，现在有点活性，把这2根线头啊。用手边这边来，现在呢是勾一圈那个倒钩短针，现在勾倒钩短针，钩针往后退，去针后面，然后绕线勾过来，然后绕线涂在这边，线圈，现在是我们的倒钩短针，稍微勾松点，别勾得太紧了啊，绕线勾出来，然后绕线脱掉。稍微勾松点，顺便我们就把这线呢给它压进去了啊。我们换线比较勾的方便。这样的方法呢，我们是勾到1对1，勾到5根，啊，这些倒钩短针。是给它完成，再看完这个圈，最后到这影子的这个里面再勾一个倒钩短针，然后把它填在前面，你就可以关下面，那下面就是用方法再来看上面，那上面那个就自己去炒啊，不是反正放到里面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把前后中间这些中间勾一圈腰线。我现在就把它勾流线，这是我们加针的那一排啊，从加针的这个缝隙这里面勾入针，这是加针的那一排啊，上面的这个洞里面针入针，线穿过来，勾过来之后。勾完之后呢，这根长的字啊，接下来就是1对1的，刚刚竖针过了，然后下一个里面这个我刚刚的顶麻，下一个里面入针顶麻，那同样也是不要勾得太紧了啊，每一个挨一个的沿着这一个纹每一个的条纹。这样去勾引它。
是匀的，回到我们最后面的拧拔，这个不要太紧了啊，我们松一点，沿着这个纹理啊，一直沿着这个我们帽檐的第一横的上面的这个纹理，这样子去勾完一圈边，大家就这样子去给它完成啊。我们沿着这样子呢勾了一圈，勾到最后这里来了，还是一样啊，把它头尾进行一个连接，还是勾了一个拧拔啊。拧拔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把线给拿出来，然后整个。这个然后就有一个辫子，然后把它插进去，这个线勾够了。这样子啊，放过来，再从这里勾，这里不是很操作了，可以缝合的吗？今天是当头的缝合，我先缝合。过来，这是第一个布置这里，完了，但从这个中间这个链子里面穿进去了，这个无线材的采购里面，这些连接，就是在这里面无线头槽，包括我们另外的一根线也是的啊，也是一样的这么长。那线头呢，大家就自己去完成。这个帽子呢，就在这里呢，帽身就做完了。如果说想要再做一个装饰品，蝴蝶结呀，或者是勾一朵花，我们就可以去勾。这里呢，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也最好搭配的，就是一个蝴蝶结。后面自己藏线头了啊，这根线呢也可以去完成一下。这个颜色呢有一点点深了，所以我就换一个不行，换一个颜色。如果可以给我们引起了时光蓝个结，随便怎么。第一双线程之后呢，然后线不够，这是第一个步，一个辫子，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、7，这样子勾，我们一直勾18个，10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再立一个辫子，就为11根，然后翻过来，在第18个里面，在第18个里面2个6根，跟2根。如果新手的话找不到第一根，可以接后边这样直接一个位置，边边一个方向，每一个辫子里面留6根，只勾一个整根，1对1的勾到头。一个啊，一根长按弧线。这样子呢，勾到头，一共生成就一共是18个勾针，勾完之后，这个线，然后一个这里也就起一根，把这个织物翻转过来啊，这样子翻转过来。现在从最后的这个，也就是我们的，这个现在反过来呢，它就是第一针来了，这是我们起立的辫子，不用管它，这一针开始勾成第一个短针。现在就是也是一样，从整个针部去勾短针，1对1的勾。我们这个蝴蝶结呢，它就是往返来回的勾片片。按照的方法呢，我们1对1的勾头，两次勾到我们这个勾针，其实这个勾针呢，它就是第一针，所以你反过来呢就是最后一针。一定要把这一根给勾了，然后有一个上去，始终保持在这上面是18根。勾完之后又是一样，那一个辫子把这个翻转过来，从这个勾完这个针也就是翻过来就是16针，又开始勾短针，一直勾到头，就这样子去勾，一共勾14行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蝴蝶结。因为冬天的帽子呢，你下面不可以，冬天的帽子呢，蝴蝶结稍微小一点点，秀气点。就是蝴蝶结太长了，有点显得特别夸张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勾14行，差不多了。勾完直接绕线，随后把这个边边，然后再勾圈边，就勾一圈边，
我这里呢就是直接给它勾完了，边边也没有去勾。大家就这样子呢去给它勾完啊，勾完14行之后，然后呢再教大家去怎么去处理。我这里呢就勾一个小样啊，勾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简单的这里一个链子呢，简单线图留长一点，可以留长一点。最后我们把这个，因为这个松鼠的线都不用了，所以呢蝴蝶结最后把这4个角呢都固定在帽子上，所以这根线我们可以留长一点啊，留长一点，把它拿过来。然后现在呢就是要给它捏出一个蝴蝶结的造型，这个织片跟它就是两边是一样的，有正反面，所以呢对齐给它捏平，然后对齐从中间对齐，再向两边这一卷，对齐了之后，两边呢卷过来，这里就变成了一个蝴蝶结的形状啊，这个是跟展示的看着不像。然后再拿出一条线来，再拿出一条线来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直接绕线就行了，懒得去勾那个绑带的，这样子绕线，从正中间啊，然后绕在自己想要的厚度，然后绑上，最后呢就是把它那个在这边就是漂亮的，沿着差不多的这个线条这里，然后去给它去缝上。大家呢就自己去完成啊，就是差缝合了现在。